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妈咪，谁是妹啊？妹是妈咪的好姐妹。好姐妹也不用照顾一辈子吧？你妈咪呢讲义气，不对吗？如果现在是人品有困难的话，你会不会帮啊？帮啊，当然帮，这还用问吗？那你又问？当然要问了。这个跟我的关系可大了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怎么可能没有？你以后要出多一笔钱，可能要扣我的 pocket money 嘞。你放心，你的零用钱我照给，1分都不少。Excuse me， Yes。富二代，你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，对吗？还好意思跟你妈咪要钱啊？你不觉得丢脸吗？人品呢，我从来没有开口跟他要钱，可是他每个月呢都会转钱给我当家用的。如果呢你还有孝心跟羞耻心的话，你就应该给钱你妈咪。好了，算了，我宝贝啊，刚刚出来工作，所以没有多余的钱。人品啊，已经出来工作1年多了，所以手头比较宽裕。对咯，我拜托你不要这么宠他好不好？都这么大了，还像个小孩子一样。我真的是我妈咪的宝贝娃。好了，那你就有出息一点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有 close deal？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我当然记得，身为一名 agent， 一定要 hungry for success。可是我就是饿到啊，头昏眼花，所以才没有力气找 client 的吗？拜托你啦，不要再嬉皮笑脸了，认真一点好不好 ？OK， 我现在就去 close deal， 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 ，OK？我带你们去看 master bedroom 好吗？请进。你看，很宽，风很凉。其实我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你，隔壁邻居整天在那边吵架，很吵。没问题，我听不到。哦，我知道，可是我想让你知道。没关系，这里环境很好，价钱也不错，我喜欢。我跟隔壁那对夫妻谈过了，他们有意思要卖房子，而且价钱不会很高，所以我觉得 close deal 的机会很大。这样一来，你们就可以住得非常靠近，而且不用担心邻居吵架的问题啊。真是走狗屎运，竟然让你发现他们要离婚，而且还找到那2兄弟。运气啊，是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。马尼明说的。看来我们2个 close deal 的机会都很高，不过就要看谁先把房子卖掉。我只要跟隔壁那个夫妻谈好价钱就可以 close deal 了。你呀，要加油啊，不然到时没有面子。我啊，只需要 client 开脚就可以跟屋主出价了。倒是你要加倍努力跟加油 ，OK？ 因为你要跟双方谈好价钱。我会把这个丢告诉马尼明，如果他知道啊，一个石头可以打死2只鸟，你觉得他会不会叫你先 hold 住，等我谈好之后才决定 close 哪一个丢？不要忘记，他叫马尼明哦。胜之不武啊？胜之不武。Sorry， 我的华文不是很好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过我之前玩过一个游戏，叫胜者为王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哦？丽米姐，我的 client 已经决定买下那个单位 ，OTP 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 close deal。
咦，我的2个 client 今天内会给我答复，还有他们只要接受谈好的价钱就可以 close deal 了。听清楚哦，是2个 clients。屋主刚打电话给我，说他接到女儿通知，说他女儿打算从国外回来发展，所以不打算卖了。哈？他怎么可以说不卖就不卖？只要没有签 OTP， 屋主是有权利不卖的。我那么辛苦，那么努力，还差一点被打嘞！就好像花了24小时打 Monster， 终于拿到了宝剑，以为我可以天下无敌了。结果呢，那个宝剑居然是一把 A 货！老天爷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这一次呢，你的确是很努力，但是还是输给了保佑。他为了 close 这个 deal， 还去学了手语。咦，你这样说不公平。他只是学了手语，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劝架的 ，OK？ 那好吧，你们2个打成平手，行了吧？不行，我最后找的2兄弟可以一次购买2间屋子，哎，应该算我赢才对吗？啊，那好吧，好吧，算你赢了，行了吧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要我辞掉保佑吗？早知道就不比了，浪费我时间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白忙一场。没关系，我这次也学了很多东西，而且现在我还多了一项新技能。不要气馁，房子不是这么容易卖的，继续努力，我看好你啊！谢谢。加油。仔细。吃饱了吗？我煲了汤，等一下一起吃晚餐。香菇，你帮我洗衣服啊？其实不用麻烦你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事做。那谢谢你。啊，你又要拿进去房间晒啊？不用啦，放在这里一起晒就好了。我会觉得害羞的。家里只有我们母子俩，又没有别人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害羞的。静静，你要找什么？我有一件内衣好像不见了。是不是你记错了？不可能啊！这样吧，等一下我帮你找，你先去冲凉，马上可以吃饭了。去，你先去冲凉啊。哦，去，等一下我来找。香菇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看，内衣找到了。你在床底下找到的？是啊。哎呀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内衣会不见呢？后来我想起，我进来拿衣服放进篮子的时候啊，可能不小心掉了，就进来找找看，真的在床底下找到的。真的在床底下？是啊。哎呀，家里的东西不会无缘无故的不见的。好了，找到就好了。我出去准备一下，赶快出来吃饭啊！看看你喜不喜欢。喜欢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很内疚，有股罪恶感？我以前就算是帕托，也没有试过劈腿，最多只是幻想跟别的男生在一起。没想到结了婚就……你是不是觉得很对不起你老公？难道你不觉得对不起你老婆吗？我是真心爱我老婆的。那你为什么还会背叛她？我觉得
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每个人都会各有所需，只有满足对方的需求，这段关系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。所以，只有满足你自己所需要的，让他也得到他所需要的，这样的双赢局面，才是真正的夫妻相处之道。可不可以留下来，多陪我一会儿？这么晚还不回家，不怕你老婆担心吗？她忙得很，她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她还怕我会打扰她。我自己上去就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干嘛那么急，要赶我走？难道你要到我家坐坐，顺便请你喝咖啡吗？好啊，反正我也想喝咖啡。你不要这样啊！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在这里亲人，突然间被你老公看到了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爸，累了。你这么晚才下班啊？不好意思，今晚又让你老婆 OT 了。为了不让人误会我是个刻薄的老板，所以我今晚亲自送她回家。她时常要 OT， 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。放心吧，年底评估的时候，我会好好补偿你老婆的。她是拿薪水的，付出也是应该的。我想，如果你要补偿的话，应该补偿我吧？怎么说呢？你占用我老婆这么多时间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损失。适当的补偿应该不过分吧？不要无聊啊，卢哥，他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要介意啊。你老公说的没错，有时间的话，我一定会找你帮忙买房子。你有意思要买房子吗？我有想过，其实你们做买卖房子的真的很不容易，竞争那么大，要赚钱很不容易吧？是啊，也许现在房价这么高，很多人都以为当医生好赚，所以就一窝蜂全部跑来当医生了。那是肯定的，只要通过考试，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份工作。还好不需要跟那么多人竞争，要不然真的是太辛苦了。是啊，早知道的话，我也去多拿几张文凭。当管扫灯真好，随便想一些 idea， 什么都不用做，都可以赚这么多钱。即使有文凭，也要有能力在众多竞争者当中生存下来，才算是真正的精英。非常同意，我也相信我能够成为精英。好啊，那我不耽误你们休息了。对了，蕾我明天会迟点上班，你明天先去我的柜子里处理好那些文件吧。没问题。晚安。还没洗澡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累。看来你的 boss 给你太多工作了，不过看得出他对你还蛮好的。有吗？看得出他很重视你。我也察觉到你们的感情也蛮好的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啊。你怀疑我跟老板搞暧昧是不是？现在只要有一个男人对我好一点，都可能跟我搞上是吗？你到底有完没完呢？
你这么激动干嘛？我都没有这个意思。为了不让你误会，我已经尽量避免跟异性走得太靠近了。我每次都提醒自己不要太友善，不要跟他们说太多。可是你知道这样会影响我的人际关系吗？你就是这么自私，只顾自己，从来没有想到会伤害到我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没有在怀疑你啊。就因为之前发生的事，你到现在还放不开，还是不愿意信任我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你不累吗？你反应干嘛这么大啊？我真的没有在怀疑你啊。算了，不想跟你吵架。刚才我都听到你的心跳声了。你还说我老公已经起疑了，我刚才紧张到要窒息了。这叫 guilty pleasure。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吧，反正装修的事他交予我全权负责，不会有问题的。看来你老公很信任你哦。啊，对了，我看到在书房还有放着一台钢琴，你还有教学生吗？有啊，不过 Lucas 不想我太辛苦，所以限制我呢不能收太多的学生。我记得你很喜欢音乐，也很有才华，现在都不打算继续发展了？因为 Lucas 的工作关系，我们时常需要搬到不同的国家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发展我的事业。哇，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梦想，真的很伟大哎。也没什么啦，反正我对音乐也不是特别有天分，反倒是你啊，我很意外你会成为装修商。你听过一句话吗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那个现实就是我老婆，而她也的确很骨感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也只有你懂得欣赏我的幽默。换作是我老婆啊，早就白眼翻到后脑勺去了。是真的很好笑啊。两个人在一起的确需要互相欣赏、互相支持的。还有情趣也很重要。Lucas 时不时呢会给我一些 surprise， 很多时候我不用说，他也知道我要什么，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呢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哇，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太太了啊！生活过得写意又轻松，真的很幸福，我也替你开心。我也很感恩可以找到这么爱我的人。哎呦，原来我是一头马哎！一头马？对啊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如果你是塞翁，我就是那头马喽。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不小心摔倒的。来，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行了。哦，那我去拿急救箱。啊。我建议你去做个详细的身体检查，最好也做个基因检查。你是怀疑我的状况可能是遗传病？我现在还没有答案。我想确定是不是你的脊髓有问题，或者是跟基因有关的一些病症。不过在报告还没出来之前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尽量放松心情。哎，老板娘附带呢 ？Hello？ 啊？你发什么呆啊 ？Office 进的贼你都不知道？哎，任品，我问你。你觉得香菇怎么样啊？我只见过他1-2次，感觉他还挺随和的。为什么？你跟他住得不愉快啊？哦，不是，他对我很好，可是只是最近我有一些衣服不见了。你怀疑他偷你衣服啊？应该不是普通的衣服。你不见的是内衣裤，对不对？
啊，是内衣。他偷你的内衣啊，那么变态。而且我最近发现我的房间好像有点不对劲。怎么不对劲呢？说不上来，就是好像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。你怀疑有人偷窥你？我不确定，可能是我心理作用吧。我帮你过去看看吧。啊，那谢谢你。我也去。你去来干嘛？又不关你的事。是不关我的事，我只不过要搭顺风车，待会送我回家啦。你等老板娘回来载你啦。她说今天有事，不回来公司了。大 boss 刚才摔倒，应该是去看医生了吧？啊？怎么摔倒的？严不严重？我看他没有受伤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他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老爸，你放心，老板娘是铁打的，摔一下不会有事的啊。哎呦，灯才刚换不久，那么快就坏了啊！嘿，幸好我这个装修佬跟着一起来啊！放心，等下就帮你修好了。谢谢小 boss。不客气。哎，怎么了？这里好像有东西。什么来的？